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夏沫。如果要问日本哪里的水最清澈，很多人想到的都是高知县。这里有被称为人电蓝的人电川，有日本最后的清流四万石川，还有透明的像玻璃一样的白岛。那么，日本最清澈的水到底在哪里？这一次，我来到四国南部的高知县，沿着人电川、四万石川，一直开到最西南端的白岛，去寻找大家口中日本最清澈的美景。今天准备去探寻高知县秘境中的水源，有些地方都是很难到达的，所以来这边租车，准备去绕一圈。从高知市开车开了1个小时，来到了山里面的一个公路休息站。这个地方就是人电川。下去看一下，面前这条河流就是人电川了。虽然人电川不像四万石川这么有名，但是人电川的这个河水其实更加清澈，更加透蓝。今天去探寻的地方就是从人电川开始的，再往山里开一开，这个水会更加的透蓝。这边风景非常不错。现在要继续开车，去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，大概还要开35分钟吧，还挺远的。大概从高知市区开车开了1个半小时，终于到了。这里叫做尼沟布吉，在一个山谷里面。今天的第一站是位于人电川支流上的尼沟布吉，这里因为溪水在阳光照射下会呈现出梦幻般的蓝色，而被认为是人电蓝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。天气、光线和水量不同，水的颜色也会不断变化。许多人来到高知，第一站都会来到这里，只为亲眼看看这抹被誉为人电蓝的经典颜色。尼沟布吉这边还是挺漂亮的，不过可能中午来的时候阳光直射应该会更漂亮。我来的比较早，大概10点40分左右到的，然后在这边待了有半个多小时吧。接下来准备开车去到下一个目的地，大概需要开40分钟左右。不过今天天气还挺好的，蓝天白云，山里面还是挺凉快的。现在到的地方叫做安居溪谷县立自然公园，
然后在这附近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。这里有一张超大的地图，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水源、水潭，很多，还有一些瀑布。先在下面逛一下，去看一看，可以一路再往上走。这里有座吊桥，叫做蓬莱桥，下面就是河流了。河水真的非常的清澈。这里往前走200米，有一个地方叫做水晶渊，下去看一下。现在已经完全在深山老林里面了。刚刚开车过来的这个山路也非常的窄，2辆车是没有办法交汇的，要停在某一些特定的位置才能交汇，开得胆战心惊的。不过山里面真的确实是非常的凉快。哦，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叫做贝龙的瀑布吧。而且这里还有2块巨石，上面的纹路看起来就是感觉被河水常年冲刷的那种纹路，完全就是在一个峡谷里面。哇，这里有个小山洞。哎，这个不是合欢花吗？偶遇合欢花，好香啊！哇，这里大概就是水晶渊了吧？这个名字也取得非常的好，真的像一块水晶一样，镶嵌在这个河上面。真的太美了，又安静又美丽。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形容这个景色了。就虽然它周围都是山谷，然后还石头吧，但这一汪水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。然后再往前走一走，有一座小水坝，那边好像也很漂亮。哦，好像有人在这边玩水。哇，这边玩水也太爽了吧！
这个水真的太清澈了，怪不得会被称为人靛蓝，非常通透的一个蓝色，真的像宝石一样。真的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通透。但是山谷里面还是比较晒的。感觉开车开这么久，非常的值得来看这个景色。这一路上都没有什么餐厅，然后刚好这边有一家，安居溪谷这里有一家餐厅是吃荞麦面的，进去吃一下午饭。叫做宝来庄，点了一份用茶叶粉做的荞麦面，还有米饭。在山谷里面没有别的吃的了。不过看上去还不错。这个茶叶粉的荞麦面非常好吃，有一股淡淡的茶香。这边下面有一个叫做荒南谷的地方，下去看一下，还是挺高的，从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清澈的水潭了。然后还有人在那边游泳，哇，这边还挺陡的。我也好想跳到水里，感觉很凉快。全长约10公里的安居溪谷是人甸川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溪谷之一，峡谷、瀑布、深潭与森林交织在一起，也因此被许多人认为是欣赏人甸蓝最好的地方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水流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蓝绿色，就像一块块天然的宝石。一路走下来，几乎每隔几步都会忍不住停下来拍照。如果不是亲眼站在这里，很难相信眼前这样的颜色竟然没有任何滤镜。在去下一个目的地的途中，路过这个人甸川町，是人甸川上面比较大的一个村落吧，一个小城市，也不算城市了，就是一个村落，对，是在这个山坡上的，特别漂亮。然后这条河就是人甸川。这边的水域比较平坦一点，然后也有一定的深度，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可以玩桨板的地方，还有划那个小船的地方，看起来还挺不错的。不过这次没有预约。现在开车大概开了20分钟左右，来到了中津溪谷这边，去看一下。这边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溪谷，然后也是在这个人甸川附近。其实这一片区，不管是在人甸川的主流，还是在一些其他名字的支流上面，它最终的这个水还是汇聚到人甸川里面，然后最终流向大海。
高知县这边的这个山里的风景，我觉得跟其他地方还是有一定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这边河流非常的多，然后基本上这些路啊什么都是在峡谷旁边，就很漂亮。到中津溪谷这边其实是有巴士的，但是这个巴士的班次非常的少，一天只有3班，来回就是上下方那个来和去加起来一共只有6班。这边是一张地图，上去看一下吧。下面还有一个休息的茶屋。在这个茶屋的旁边就是这个中津公园的入口了。官方说的这个人电川是奇迹的清流，然后这边是人电川流域的中津溪谷。它这边写到里面有比如说像红叶的瀑布，然后雨龙瀑布，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千差万别的一些奇观都在这里面可以看到。另外就是里面还有这个七福神，如果大家来这里旅游的话，可以找一找在什么位置。这个地方感觉比刚刚去的那些地方，更加的规整一点吧。感觉就是在这边修了很多台阶，然后修了很多那种步道。前面去的那几个地方更加的，就是偏自然一点。这里的石头都真的非常的大，这个画面里面可能判断不出来，但是实际真的是非常非常大。这边也有一汪清水，也很漂亮。我感觉每个地方它的颜色很相近，但是又都不太一样。哇，这上面还有一个神社哎！这个山路爬得有点累，气喘吁吁的。哇，这个神社感觉很高哎，不上去了。它这里写的是“马木西去”，这个“马木西”不是虫子的意思，是蛇。有个蛇的名字，日语叫做马木西，中文我有点忘了，好像是赤练蛇吧，还是什么蛇？是有，好像有毒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这边还有个小亭子，可以休息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红叶瀑布，不过现夏天应该是没有的。哦，这边还有这个福寿路的那个寿老人是吧？拿着寿桃的。哦，在这下面也是一汪清水。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潭，所以这里的水的这个颜色更深一点，但也非常的漂亮。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瀑布在流下来。
同样位于人电川流域的中津溪谷，全长约2.3公里。沿着溪谷步道一路前行，最终就能看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景观——雨龙瀑布。瀑布从约20米高的石壁倾泻而下，巨大的水流不断撞击岩石，激起阵阵水雾。站在旁边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极具震撼与魄力的人电蓝。又将近开了1个小时左右的车，现在到的地方是叫做白龙湖。这边也是一个山谷，对面这个山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大概是下午4点42分左右吧，阳光还是挺强烈的。还没有找到这个入口在哪里。好像还要往前走一走。现在的气温明显比白天正午的时候要低很多了，这个风吹上来非常的舒服。哇，它这里有一个像雕塑一样，一条龙的雕塑。这里还有一只狸猫的雕塑，这个狸猫叫做雨作狸，祈求交通安全的。然后白龙湖就在这边了，是从这里进去。哦，白龙湖就在下面，已经可以看到清澈的这个水源了。这里的路都非常的小。哦，这个铁桥还是有点吓人的。哇，这个湖真的太清澈了，而且里面有这个锦鲤，很漂亮。在这个白龙湖旁边，也是一条清澈的水流。从白龙湖开车大概开了1个小时左右，到的是西土佐一个小乡村吧。然后这里有个公路休息站，太累了，所以下来休整一下，免得疲劳驾驶。这边这个小乡村非常的小，其实就是肉眼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范围内、视野内，就是这里的这个乡村了。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吃到饭。这边还有一个牌子是可以拍照的，然后它写的是这个温度日本第一，41度，但是现在改成了第2。应该是有别的地方超过了这里的气温了。这里是高知县的4万石市的江川崎。这个建筑还是挺漂亮的，上面还有2个皮划艇。
好像食堂已经结束了，然后买东西好像还是可以买的吧。进去看一下，已经关掉了，结束了已经，进不去了。这里是它的小街区，没有什么商店街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店铺。然后这里有一条电车线，叫做鱼土线，可能电车快来了吧。这个傍晚的景色也挺漂亮的。好了，准备重新赶路，去四万石，大概还要开1个小时左右。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到四万石市区，然后面前这条河流就是四万石川了。其实它的规模比较大一点。哇，现在这个傍晚很漂亮哎。现在大概是7点10分左右，还在山里面。订了一个在四万石市区的一个酒店。首先，四万石市区非常的小，然后酒店好像也就这么几家吧。然后这个酒店非常的古老，感觉这个桌子都是这种木头的。然后有一个小双人床，小的双人床，以及这个台灯一样都非常的古老。房间就这么大。去罗森便利店买了一个中华冷面，不用泡直接吃，这个我还蛮喜欢的，有一点酸甜口的。然后还买了一个泡菜，当做蔬菜来吃。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，买了2个卤蛋。这个是分开包装的，所以比较方便，吃不完的话就吃1颗。然后呢，还买了一个罗森的这个炸鸡块，以及买了一个高知县的这个柚子果汁吧，在罗森店看到的，因为高知县盛产柚子，买了这么一个。其实还有一个饭后甜点，橘子口味的这个酸奶，但这个写的是北海道的，就随便挑了一个。这是今天的晚饭，因为实在是有点饿了，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。这个冷面其实里面配的就是一点点鸡蛋，然后还有黄瓜丝，还有豆芽菜，还有一点点这个叉烧肉吧，然后还有这个红生姜，但红生姜我不爱吃，所以我都不放。然后它其实也配了半个鸡蛋，放下去之后呢，就是加上这个黄芥末，这个我挺喜欢吃的。就挤一点黄芥末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汤料包倒进去就可以了，因为它是冷的嘛，所以就直接倒进去就可以吃了，拌一下之后就可以吃了。之前有粉丝朋友说我吃饭都不怎么介绍，所以今天特地买了一个吃饭来介绍一下。
但是是便利店的。然后把这个泡菜也拆开，再加上罗森便利店的鸡块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。还有一颗卤蛋，吃一颗吧。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四万石川流域附近有一条河流叫做后川，后川的附近，这里有一个水车，用来应该是灌溉的吧，就在河边和稻田边。这个应该属于非常非常娴静的田园风光了。而且今天刚好有一点阴天，也不热。这边其实它是有一个，官方认定的一个名称的，叫做安并水车的故乡，有一块牌子。然后附近都是稻田，就在四万石市区附近，开车大概5-6分钟的地方。这里真的非常漂亮，很安逸啊。开车路过了这家店，好像在网上也挺有名的一家修自行车的吧，很可爱的一家小店，就在路边。然后他这边做了很多风车挂在这里。现在来到了四万石川这个地方，叫做三里城下桥。这座桥就是三里城下桥。这个桥是高知县比较有特色的，它的种类叫做城下桥，是没有栏杆的，而且呢，这个水位上升的时候，这座桥会淹没在河里面，就看起来像是桥沉下去了一样。这一带应该是四万石川这个水流比较平缓的一带，所以在这边也有人在玩这个桨板。大概从四万石川开车开了1个小时左右，来到的是高知县最南端，应该是最西南端的一个小岛，叫做白岛。听说这里的海特别漂亮，过来看一下。不过这边也是属于夏天大家会来这边玩水的地方。
这边其实是2个小岛中间的一个小海峡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在中间有一座桥。这边的海水真的非常的漂亮，虽然今天有一点点阴天，但是这个海水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不输冲绳的这个海。天哪，这个海水真的太清澈了，而且里面还能看到很多热带鱼诶。听说这个海湾里面有2只海豚，现在去找一下看一看。说这2只海豚一直生活在这个浅浅的海湾里面，不知道能不能遇到。哦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看到海豚了，在水里面，那边2个黑影在游。放大一点，哇，真的是2只哎，并排在游的海豚。从仁淀川来到高知县最西南端，最终抵达了白岛。这里因为黑潮与丰厚水稻的海水在此交汇，孕育出丰富的海洋生态，也造就了极高的海水透明度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甚至还能看到船漂浮在海面上的奇妙景象。除了清澈见底的海水，白岛周边还记录了超过1100种鱼类，被誉为日本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湾之一。而这一天，我还幸运地遇见了生活在这片海湾里的2只海豚，为这趟寻找日本最清澈之水的旅程画下了最完美的句点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